韩光君，你昨晚弄我弄了那么久，我怎么求饶你都不听，你还记得最后怎么了吗？魏无羡一脸幽怨地看着他，忍不住抬手去捏蓝忘机的脸，我都昏过去了。蓝湛，蓝二公子，你可真是太厉害了，我不过是逗了你几句，你至于这样蹂躏你可怜又弱小的道理吗？蓝忘机握住魏无羡在自己脸上作乱手，说道：“你的错。”魏无羡听了刚要反驳，看见蓝忘机面无表情的脸，又连连点头道：“好好好，我的错，我的错，是我错了，我不该那么逗你的蓝二公子，我向你认错。”魏无羡笑了一下，整个人都粘在了蓝忘机身上，眼睛微闭，说：“二哥哥，我都认错了，看在我态度这么好的份上，你就饶了我这一回，让我睡个觉，别叫醒我好吗？我好累啊。”魏无羡说着说着打了个哈欠，眼睛便彻底闭上了。话都说到了这个份上，蓝忘机自然是不会再叫醒他的，扶着人躺到床上，看那人渐渐陷入沉睡，他却没有像往常那样起身去外室看书，而是看着魏无羡的睡颜陷入了沉思。魏无羡身体有异，不是他今日才感觉到的，刚才被他那样打断了一下，他险些就要相信了，可现在安静下来，还是立马就觉出了不对之处。魏无羡这些日子似乎是睡得很，这几年与他在一起，以前紊乱的作息已经渐渐调整过来，不会大半夜还睁着一双透亮的眼睛，精神的不得了，也不会睡到40才起，还精神艳艳。蓝忘机的目光扫过不远处吃饭的小桌，突然顿了一顿，是了，那人最近似乎格外喜食胃酸之物，一时半会儿想不出什么病因。蓝忘机正打算起身去医书上查一查，脑中却忽地闪过一个想法，顿时把他自己惊在了原地。正在蓝忘机愣神之际，魏无羡不知怎地忽然醒了，神色慌张却又隐隐带着喜色的喊蓝忘机。蓝忘机回头看他，只听他急切地拉着自己的手说：“蓝湛，我刚刚突然想起个东西，我这些天，我感觉我……”话到一半他突然停住了，看着蓝忘机说：“蓝湛，你是不是知道了？”蓝忘机摇头道：“不确定。”“那你快帮我看看。”魏无羡伸出手来，语气难掩激动。蓝忘机一言去探他的脉，过了好一会，眼里突然露出笑意。魏无羡一看他的神情，立马就笑了，问道：“真的有吗？”蓝忘机点头，看着魏无羡满脸的笑容，也跟着露出个笑来。虽然不是第一次，两人还是高兴了许久才平复下来。魏无羡的睡意因为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去得一干二净，眉眼带笑地靠在蓝忘机身上，看了眼上未有任何起伏的小腹，想起前一晚的情形，看着还有些惊魂未定的蓝忘机，笑道：“蓝二公子，你看你昨晚的样子，可要吓死人了，要不是这个小的命大，现在还不知道要出什么事呢。”蓝忘机握住他的手，轻声道：“我的错。你刚才还口口声声说是我的错呢，韩光君这么多变的吗？蓝湛，家里的小朋友要是知道我们偷偷给他添了个弟弟或者妹妹，你说他会不会生气？”“不会。也是，前2年还听他说想要弟弟，也不知能不能遂了他的愿。历数浓阴日长，风蝉朝鸣夕噪，正是一年酷暑季。”蓝丝追受伤的消息传回云深不知处时，魏无羡正拿着一支才描好了阴孔的新笛，歪坐在室外的走廊上，用小尖刀给竹笛挖孔。7月的天热得很，好在云深不知处竹深树密，到底留住了些许清凉。只是魏无羡向来惧热，暑夏于他而言已是难耐，今年便愈发难熬。因这肚子里多了个小朋友，他的体温本就高于常人，又是这样的酷暑天气，蓝忘机每碰到他时，都觉热得发烫。因为热，他就越发的懒，碰到些许清凉便半天不愿挪动。竟是外有一回廊，被高大浓密的树冠遮得严严实实，其后不远又有清泉，所以即便是炎炎夏日，也常有清凉微风吹过，于是这里变成了魏无羡长留之地。前来传信的弟子看到他时，他身前的衣物上已经覆了一层灰白的木屑，魏无羡却管不着这些，神情专注地对着那一小节竹子扣扣挖挖。笛子是要做给狼卫用的，狼卫渐渐开始跟着长辈师兄们外出夜猎，身上不能不带一些防身的东西。只是狼卫到底年纪不大，个头才堪比西秦高出一些，让他背着琴出去着实是不太现实。况且他这样的年纪，也不能指望他能猎到什么东西，主要还是出去见见世面，
正好蓝卫也学了吹笛，所以魏无羡便打算给他做一只笛子。倒不是说蓝家没有笛子，蓝家这样的百年仙门，世家望族，是不可能连一只笛子都拿不出来的。反而是魏无羡觉得那些都太好了，拿给现在的蓝卫，简直就是暴殄天物。那种动不动就是各种上品材料做出来的东西，拿给这样一个半大娃娃，说的不好听一些，指不定什么时候还要给丢了。也不是说他现在做的这个不好，现在拿在他手里的这一小节细竹，也是他在后山的竹林里精挑细选了许久才选出来的。至于为什么现在才做，主要是他家蓝小公子不许。